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1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川普一夜无话，美股强势反弹，明星科技股全线上涨，英伟达涨超5%，又来 V 型反转，比特币回暖 ，MSTR 大涨13%。上期视频阿哲说的买点，你把握到了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看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53期。我们依旧会通过下方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周复盘的美股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纳斯达克的市场观察分析，我们依旧会通过下跌商法来判断目前市场的风险和机会，这是上期视频我们讲过的知识点，这里阿哲会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部分会讲一下当下日内空间重要的支撑和压力位，而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会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阿哲会讲解有关特斯拉、英伟达、SQQQ、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 等实质标的的技术面解析。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阿哲要提醒一下，因为阿哲平时所分析的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较长。如果您不太适应，那么阿哲可以给您一个建议，点击下方我们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小三角。在点击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那么所对应的标的，您可以优先点击对应时间轴，看到您最想观看的优先部分。希望这一点能够解决您的一些观看方面的顾虑。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希望大家能够认真仔细观看所有内容。我们先来到有关下跌商法的学习。那么什么叫下跌商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目前市场正在构建的一种形态，和九田战法的一种经典状态很是相似。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这个蜡烛图形态，下跌商法就是在股价下跌趋势当中出现了一天的明显大跌，而这一天大跌导致空方短期衰竭，而多方趁机抄底。那么在空方平仓、多方抄底的时候，那么市场展开了一波反弹。而这波反弹过程当中，整体的反弹幅度空间是集中在前方大跌最后一天空方衰竭点的区间内，而只要反弹还在这个区间内，就依旧属于下跌商法，依旧属于下跌中继形态。当后续有那么一根 K 线收盘再次跌破前方空方衰竭的低点的时候，意味着空方再次的反攻，意味着下跌趋势将会再次的延续。所以下跌商法在下跌行情，在熊市当中，你一定要学会，它可以让你规避一些不必要的弱势的反弹，而不至于在反弹几天之后，让你以为下跌结束，再去抄底时买到了某些高点。那么回归到我们现在的行情当中，你会发现为什么这里开始阿哲要讲下跌商法？因为在这根阴线之后，你会发现股价有所波动，但是整体在前方空方衰竭的阴线里面。所以价格的走势只要反弹还在这个阴线区间内，它都属于弱势反弹。这种反弹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不大的，除非你做的是纯粹的短线和日内交易，那么你可以去博弈这一波震荡行情当中的高抛和低吸，但是它的意义其实不大。所以这里呢，阿哲的观点是维持上期的看法。如果股价收盘价能够突破前方大阴高点，说明这一波反弹它的价值是不小的。可以说是本次下跌以来将会产生强势的首次的真正意义的多方反弹。而假如它不能够去收盘突破，或者说不能够有效的在这里出现强阳突破，那么反之后续将会跌破。那么跌破只要往下看到一个下跌的目标位，它将会是一个延续的下跌，为下跌的中继。所以目前阿哲对于想要在美股做多和做空的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您最好总体的仓位要先观望。观望什么呢？就是观望一个能让你加重仓位的点。这个加重仓位的点就是阳线的突破。那么实体阳线最好是放量突破，那么多头可以加重你的多方方向的仓位。而如果出现阴线去跌破前方低点的话，你则是一个空方可以加重仓位的点位。在行情出现方向选择之前，在多空博弈出现结果之前，你的重仓、你的大的仓位不应该在此处去盲目的加进，哪怕你要做多做空，在这个区间之内都只能是小的仓位，比如说1成仓或2成仓，去博弈一个方向，去短线做交易，这是当下我们的行情的策略。而这也是上期视频我们所讲到的一个下跌商法。
如果您是比较保守的同学，那么在下跌商法构成当中，您不应该去做一些太多的操作，应该以观望为主。那么现在我们再说一下所谓的跌破抗下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多少？这个目标首先看到16895.504这个点位，这个点位是怎么来的？是股价跌破170天的 MA170天均线之后，我们往下投射一倍空间而来。在牛市的进行当中，目前呢达成了第一个目标，就是170天均线的有效破位。什么叫有效破位？就是股价跌破了均线之后，当连续收盘收在均线之下时，这第二天的 K 线它的最低价格如果后续再次被有效跌破，那么我们认为它是对于170天均线的跌破，同时也是一个牛熊容易切换的点位。所以在2号 K 线的底下以熊市思维来操作市场，而在2号 K 线的高点之上，我们再以牛市的思维来看待目前的美股。所以对于2号 K 线底下跌破之后的反弹，我们认为是熊市当中出现的一波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有2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如果当前真的是熊市，那么反弹可做可不做，甚至呢不用去搭理。第二点就是，如果真的要去做，因为还在2号 K 线的底下，所以这波反弹力度不确定，它有可能真的只是一波熊市反弹，所以哪怕去做，你的仓位也是要小心的。所以目前的美股市场，没有人能够明确告诉你当前是牛市还是熊市，我们得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你要给自己一个方向，一个标准，在什么时候我们以牛市的思维去操作市场，什么时候以熊市的思维去操作市场。那么阿哲给到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一根 K 线，这根2号 K 线，如果股价本次的反弹它无法站在2号 K 线的高点之上，它的反弹力度不能够回归到170天之上，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之下都还是属于熊市的一个思维。那既然是熊市思维，抢反弹抢短线多头的获利，你的仓位肯定不能是太过于重仓。而假如本次的反弹力度不足以去有效突破左侧的阴线高点，那么价格往下看将会看到16895.5。这里阿哲再强调一下，股价昨天出现强势的反攻，目前距离左侧的阴线高点是非常靠近的。如果真的多头要去走为强势，真的要走出一波向上的反弹行情，那么在周一的时候是比较关键的。周一它应该直接要么突破，要么出现跌破。周一大概率多头就会选择方向。如果在周一出现弱势 K 线，出现上涨后的回落，不能去突破，那么大概率这个很难去在下周去突破。而假如周一周二产生有效突破，那么价格将容易反弹，至少看一周。以上内容就是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所讲的下跌商法以及所更新的一些观点，希望对你呢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那么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可以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阿哲看到呢也会非常开心。假如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您也可以在学习有收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您会显示已订阅的图标，那么在下方再点开所有铃铛，那么阿哲以后每一期公开视频和直播，每一个知识观点，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信息。感谢您的订阅和老同学的评论点赞。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刚才呢，第一部分我们主要讲解了一个知识点的回顾，对于当下市场短线上的看法，突破可以涨一周，可以有所反弹，走出一波不错的多头行情。而如果跌破，将会往下至少看到1倍的下跌空间。这是一个对于上期视频简单的回顾。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重点，就是空间技术的分析。这一项技术是可以研判指数和个股，我们后续的个股解析也会用到，可以研判当天的多头强势和空头强势，在短线上会提供一些不错的交易点位。在上期视频当中，对于 MSTR 如何去找到买点，我们用的也是空间技术多空强弱的方法，去找到了 MSTR 它的一个低点买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有关空间的预测点位技术，那么是阿哲呢每天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分享给订阅观众的一个信息。只要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新订阅观众就有机会能够每天盘前领取到阿哲的限时福利短信。我们看到3月14号的盘前解析，一般在 Telegram 的盘前信息当中，阿哲会发布2部分的观点。第一部分是关于指数方面，阿哲较为主观的技术分析的判断。第
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纳指、特斯拉、英伟达等个股日内的预测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有关于下跌商法，目前在构建当中，收盘呢不突破3月10号的阴线高点，它盘中的上涨意义其实都不是很大，都属于弱势的反弹。但如果有那么一根放量实体阳线可以突破3月10号的阴线高点，那么在下跌商法的图形当中，我们就认为这一波反弹它不一般，有机会产生更大级别的反弹行情。那么这个时候空头就要小心，大跌下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反弹将会产生。那我们看到底下的空间点位，那么这个点位应该怎么去使用？它可以让我们知道每天它的一个多空动能相对于之前是强还是弱。我们来看一下右侧的图表，这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我们看到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比如说这一波下跌，价格底下大多为红灯。红灯代表什么意思？红灯则说明当天的预测低点，日内预测低点被收盘跌破，而绿灯则意味着当天预测日内的高点压力被收盘突破。它一个代表是多方很强，一个代表空方很强。所以在短线上，通过红绿灯，我们可以把握到短线的多空转向。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昨天的点位，昨天的预测高点是17462.46，预测低点是17079.99，它跟阿哲所发布的这个点位是一样的。而我们会发现的是，股价昨天全天它的价格基本都在预测高点之上，这是短线多头极度强势的表现，它基本都不会去碰到预测的低点，空方是被碾压的。在一波下跌行情当中，比如说您如果是做空的同学，那么看到红灯，你会知道空方是强势的，只要延续红灯，那么空单就还是安全的。直到出现绿灯时，那不管这个绿灯后续会不会上涨，我们都要小心，至少它是一次空单获利兑现或者说了结的机会，也是多头要在下跌当中去关注的点位。每次下跌时出现的绿灯，你都要去关注会不会有延续，能不能够持续。那我怎么知道从这一天开始的绿灯它后面能不能持续？有2点要看。第一点是它会不会第二天立马又变成红灯，像前期这里它这一天是一个绿灯，而绿灯之后第二天如果立马转为红灯，它其实则意味着昨天的绿灯是一个骗线行为，它是一个空方的诱多现象。所以在绿灯之后立马的红灯，它不是一个做多，反而是做空的信号。所以在下周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是否会有红灯的产生。周一的预测低点是17622.58，如果收盘周一跌破了这个点位，那么将是红灯，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还是要往下去跌破前方大阴低点，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假如收盘突破了预测高点，这是第二种现象，它不是出现红灯，反而是绿灯，那么连续的2天绿灯，那么这里则会突破左侧大阴高点。连续2天绿灯在大幅下跌时出现，那么也意味着多头确实如期转强，连续的多头转强，它就不是一个诱空行为。如果下周周一收盘突破17904.99，我们更能确定下周将是不错的多头反弹行情。同时这里要注意，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有发现最近的美股市场在纳指上出现特殊的红绿灯表示，它就是出现了红灯和绿灯频繁的转换，频繁的出现。我们说红灯之后，我们说绿灯之后，如果立马转为红灯，它应该说明昨天的绿灯是一个诱多现象。但是在红灯之后立马又转为了绿灯，它又再次表明昨天的红灯为一个砸盘现象。所以多空之间目前在前方的下跌商法当中是不断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幅度是特别夸张的，要么是红灯，要么就是绿灯，要么多方很强，要么空方很强。一般出现这种现象，则说明这是一个变盘的区域。我们说过，这种变盘点它会怎么产生，它的方向在哪里？它的方向将会由下一根 K 线所影响。大概率如果下根 K 线是上涨，则后续的美股纳指将变盘向上。如果下根 K 线是下跌，或者说它是冲高回落，不好的现象，对于多头是走弱的，那么它的变盘点将是往下变盘，将容易变盘向下。在后面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用到这个技巧。像上期视频我们所讲到的 PLTR 和 MSTR， 包括博通，其实都是在最近走出了这种变盘现象，而后上涨。
所以如果您是订阅同学，一定要每天关注好每天新更新的预测高低点，它会让你知道多空之间短线的博弈。那么在这里，阿哲也简单教一下，如果您是新订阅同学，怎么在每天盘前看到阿哲的盘前解析。首先，必然是要先订阅阿哲，成为订阅观众，而后在成为订阅观众之后，点击下方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阿哲所发布的一条置顶的评论，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而我们点击那条链接找到助教的 Telegram， 那么发送一个口令，这个口令呢就是盘前解析的盘前。发送给助教之后，他会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您是订阅同学，想要的是盘前解析，那么后续他会告诉您怎么去获得。同时也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订阅观众不仅仅只有盘前解析来辅助你的学习，因为阿哲呢是纯粹技术分析面的一个解析，也希望大家呢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对于技术分析更加感兴趣，更加学习，更加进步。所以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也会每周制定不一样的内部课程来为大家去辅导学习。像我们的本周3月17号到3月21号这5天时间，周一到周五，我们有一个主题班课叫多空重构。那么在这5节课程当中，我们会讲到在目前牛熊转换的当下，在多空重构的当下，如何去套利、抄底、持股、卖出、选股，在5个角度上告诉大家当前的市场如何去进行交易，如何去做好交易。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阿哲希望您不仅仅局限在我们每天的盘前解析，同时也可以自己去学会一些方法，自己去完善一下交易。希望本周的课程你每节课都能够认真的收听，你可以跟助教老师报名参加本周的内部课程。这些课程大部分都不会对外公开，只有助教老师给大家去提供观看的方式。而每节课程为了保证大家的学习效果，基本上每节课都会安排作业。没错，只有完成作业的同学，我们才认为您是真正认真爱学习，并且是学有所成的。那么这样的同学，阿哲还会有另外一重福利。只要您学习认真，那么我们会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些爱学习的同学有一个学习的小组，而学习小组当中是专门作为技术分析的答疑解惑的。如果您在学习内部直播时是很认真的，每节课都听了，并且您还做了作业，那么在助教老师批改作业觉得您合格并且有效学习的情况下，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群组，我们再一起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开始学习有关个股的解析。那么第1部分，我们主要讲一下当下的市场环境，以及在当下的市场当中，您什么时候做多仓位可以更重一些，做空仓位可以更重一些。那么在了解一个整体环境大体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看到个股的操作、个股的解析，可能会对您更有细节上的帮助。现在我们来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特斯拉和英伟达，我们会通过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去解析。特斯拉本次的这一波下跌，它虽然没有跌到我们的目标位 208.74， 但是当下它其实出现了一个现象，和指数大体同步的一种徘徊。前方是不是一根明显的下跌 K 线？而目前的特斯拉是一个下跌走势，所以这根阴线之中的震荡之中的徘徊，我们认为它也是下跌商法的构成。而整体这4天的时间，有3天是站在阴线一半之上，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其实往上去突破的概率要比往下去突破的概率要大那么一些些，但是也没有太过于悬殊，因为后面3天的 K 线它的阳线都是小阳线，甚至其中的有一根是下跌 K 线，虽然有下影线，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方向还是不明显。在这里徘徊的时候，你去做多，你去做空，它的意义呢都不是特别大，它还是属于下跌商法的区间之内。所以在上期视频，阿哲的观点是什么？257.34、267.92，在本次反弹当中，如果连这2个区间都过不去，那么它的一个做多性价比是不高的。你可能在跌破底下大阴之后，你会选择止损，或者说你短线会看到这个位置作为止损。但是如果在这里去交易去做多，那么你的空间在上面一点点可能就遇到了压力，所以风暴比是有点问题，这一笔交易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操作特斯拉的多单？至少要等待收盘价把这一根阴线突破吧，走出下跌三法的阴霾，而价格不要在257.34遇到太大的压力，而这种阳线的出现，
我们可以去开始尝试做多，等到价格能够确实如我们所要的去突破 267.92， 再加仓做多，那么我们的一个风暴比就能够有所变化。我们可以把止损放在这个区间，而方向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方 306.34， 这才相对正常一点。这是有关于特斯拉在交易上我们的一个安排，或者说一个设置，也是空间上的一个提醒。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资金动能上短线的看法。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而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为什么说特斯拉属于变盘时刻？现在不止特斯拉是变盘时刻，很多个股都处于变盘时刻。如果你要做多特斯拉，按照空间的解析，我们是按照刚才所说的安排，但是如果按照资金和动能上，其实你只要看周一就够了。因为目前的特斯拉其实动能上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一个绿灯，这一个红灯，再这个绿灯。我们说单独如果出现都没什么问题，但是3天接连出现，那么它就有问题，它说明多空博弈剧烈，而后在周一将会产生一个方向性的变盘选择。而再看到下方的资金刚好也是上穿了零轴。我们说上穿零轴代表什么？你来看一下本次特斯拉从高点下跌以来，每次上穿零轴它代表了什么？价格这一天上穿了零轴，它是前面特斯拉反弹的高点。那这一天呢也上穿了零轴，它也是反弹的高点。那么现在特斯拉又上穿零轴，它会不会又是一个反弹高点呢？所以特斯拉在周五的这根 K 线之后，周一将是一个关键点。那么等一下我们说一下它如何去看待。那么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像动能 K 线的变盘和资金 K 线的变盘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资金 K 线的变盘，当股价下跌反弹时，资金如果出现下跌后的反弹，资金出现上穿零轴，它是构成高点变盘。高点变盘的确认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它不能被突破，它的低点它很快被跌破，这是一个高点确认的前提。像这一天是不是也是资金下穿上穿，底下上穿，那么高点是不是没有被突破，低点被很快跌破，而且是大阴线跌破，它们都是高点变盘有效的确认。所以当下我们看到资金变盘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和低点，它要选择一个变化，最好能够下一根 K 线周一出现收盘突破周五 K 线的高点，那么特斯拉变盘方向将是向上。而假如特斯拉周五的 K 线高点它又像之前那样子出现了压力，在这里第二天又出现了顶分型类似走弱的现象，你就要小心，这里有机会特斯拉又是变盘高点。特别结合一下前面有一根大阴线的压力，所以这里周一是很关键的，周一特斯拉不能走弱。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上，绿灯红灯绿灯3根 K 线出现，那么这种现象跟指数是一样的，也属于变盘。而这种变盘的看法就比较简单，它不是要求一定要去突破它的高点，它要求的是下一根 K 线最好是收阳，最好收涨。那么只要下一根 K 线是收涨的，这个变盘方向我们就可以向上看。像特斯拉的变盘 K 线的组合出现之后，它的胜率是不低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当中有出现哪里是有这种红绿灯交错的，是不是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这是绿灯红灯绿灯，红绿灯交错，下一根 K 线是不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上涨，而且还是再接一根绿灯？所以变盘方向依旧是向上的，依旧是看涨的。那股价后面还有吗？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红绿灯的交错？这是绿灯红灯绿灯又交错了，那第二天它是收跌的，它是冲高回落的，所以这个位置后续变盘大概率向下。像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那么出现之后下一根 K 线是什么？下一根 K 线是下跌的，那么下跌 K 线产生，我们知道变盘应该是向下的概率更大。那你说这一天真的会变盘向下吗？不确定，但是 K 线上是一根长下影线，但第二天还是把长影线的低点跌破，那是不是说长下影线这一天你不敢卖或不敢看空，但是长下影线后又跌了一天，又是红灯，那么这一个位置是不是也是变盘看下的一个确认？所以变盘点后的上涨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可以在 K 线上再做一个佐证和判断。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来到了同样一天的变盘，那么周一是关键，周一只要走强势阳线，那么特斯拉变盘就是向上。
以上就是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解析。英伟达先看到空间上，这里的空间阿哲稍微更新了一下一个新的压力位。那么英伟达本次的上涨又和前面这里有点相似，前面这一波上涨是不是毫无征兆 V 型反转？那么这一次呢又来了，又出现下跌单边下跌，上涨又是单边上涨，这种 V 型的转向，是不是到目前为止的英伟达就喜欢这么走 V 型转向，单边的下跌对应单边的上涨，单边的下跌对应单边上涨，所以目前呢又是单边的下跌对应单边的上涨。那么在这种单边上涨当中，你就要小心每一步走的时候它的压力位在哪里，因为你要知道的是，这种单边上涨之后是不是每一次的下跌又是单边下跌，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一波单边上涨它会涨到哪里，所以每走一步要关注一下多空之间短线的强弱信号。那么我们看到左侧当前有一个中枢，中枢的低点是 120.734， 中枢的高点是 124.768。 目前的英伟达从低点后出现反弹上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116是一个重要的点位，因为之前曾经产生过支撑，而现在又出现了跌破。那跌破之后它是不是从支撑转为了压力？但这一个压力本次呢只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冲高回落，第二天就反包了，有点像是加油换挡的 K 线出现了。所以目前的116它就不是一个压力，而是大概率为依旧有效的支撑。在突破116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的反弹它是不错的。那么空间上可以看几个点，一个就是 120.734 能不能够确实收复账上。如果买入做多英伟达的同学，你要关注在周一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再次的跌破回落，那么说明对于压力位确认有效，就要多头小心一点。那假如这个点位是突破有效的，那么周一是不会跌回来的，将会往上继续去看到 124.768。 那么每到一个压力位，你要注意第二天有没有走弱，亦或者是有没有突破之后再跌下来。只要没有出现这种现象，那么短线上就依旧能够看涨。所以当前往上去看，多头持股下关注的压力位 120.734、124.768 以及我们的170天均线的空间压力，这三个点位每到一个关注一下它会不会走弱，如果走弱，那么多头只要减仓或清仓，避免下一次单边下跌的产生。以上是空间上给到我们的提醒。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如果说特斯拉是刚刚处于变盘，那么英伟达就属于变盘之后已经有了结果。价格的走势出现下跌反弹时，我们说要关注的是上穿 K 线。那么曾经这里是股价下跌，那么上穿的时候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天是上穿？那么价格呢没有跌破它的低点，而是往上突破，那么后续股价又再次的延续反弹。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下穿后的再次上穿是谁呢？是它，也就是这一根阴线。那么这根阴线它后续的表现如何？是被收盘价突破，而且是很强势的高开高走突破。那么对于这个变盘点，我们认为突破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已经度过了一个难关，就是变盘高点的确认。那么这里突破有效，我们认为后面的反弹空间应该不止如此而已，它还有反弹空间。这是从资金上关键的变盘高点来确认的。遇到变盘高点，动能没有减弱，反而再次的加强，说明反弹应该不至于此。你只要把前面的变盘高点的 K 线区间作为防守就行，它只要不去回过头来再去跌破，那么我们的一个目标就依旧能够往上去看。而在动能 K 线上，我们要关注最近的反弹是很特别的，它出现了连续的绿灯，在底下这一天有灯吗？是没有灯的。最低的底下这一根 K 线是没有任何的灯，说明还在延续下跌。下跌途中连续的是一个红灯没绿灯，出现绿灯时，我们说空方就要小心了，它不一定就是低点，但是只要出现绿灯，你做空这个方向你就要小心。就好像当时这里是红灯，我们说是空方的机会，但空方之后立马转为绿灯的话，那么就要小心，连续的绿灯就产生了这种延续性。刚开始你不知道这个绿灯之后会怎么样，当绿灯出现一次、两次、三次，那么你会知道大大不同。
那么当下也是如此的，出现了一个绿灯、2个绿灯，那你怎么知道后面不会连续的绿灯呢？所以只要当前的英伟达不出现红灯，那么我们做多就依旧看涨英伟达，直到出现红灯的产生，就跟前期一样，这一波上涨，最后红灯结束，而后一路的下跌，中间出现过一次反弹，但第二天立马又是活埋。所以用红绿灯，我们去看一下短线的多空，它不是100%低点有绿灯，高点有红灯，但至少在右侧上可以让你不至于高点不会卖出，低点不会买进。而当前就是英伟达低点买入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关键的点位它的预测高低点。那么英伟达在下周高点的预测是 123.64， 收盘过它就依旧是绿灯，依旧强势。甚至对于短线多头来讲，你可以继续的每次绿灯就加仓，直到出现红灯为止。那么底下呢，我们看到 119.91， 那么价格如果收盘跌破它，就会是红灯。那么红灯一旦产生，我们多头也要小心，要么是减仓，要么是清仓离场，等待下一个绿灯的反向出现再去买进。所以呢，红灯的防守是要设好的。阿哲每天盘前更新的点位上呢，也会有英伟达的点位更新，这一点要看好。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得更加快速一些，后面几只个股 SQQQ、Meta 等等个股，我们会用资金动能上来看一下哪些个股处于变盘，哪些个股可能已经变盘结束，哪些个股有买点，哪些个股有风险。我们通过刚才的 BBD 和动能 K 线来去做一个快速的分析快报。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是 SQQQ。现在我们所看到是 SQQQ， 在阿哲对于美股市场转为熊市思维之后，我们开始关注一些做空的标的。那么 SQQQ 所对应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那么最近的纳斯达克指数处于一个下跌商法，那么对于 SQQQ 你的做空也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下跌商法究竟会不会形成。如果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商法构成有效，再次跌破，那么我们再重新去看涨。而目前的 SQQQ 在价格动能上出现了变盘的方向，和纳指是一样的，是不是出现了2个红灯，中间夹一个绿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知道下一根 K 线是比较关键。如果下根 K 线 SQQQ 收的也是下跌 K 线，那么你会知道这里是一个短期内变盘高点的可能就大大增加了。同时在 K 线上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根阳线一根阴线，这是一个防守阴线。那防守阴线出现，它也是一个倾盆大雨。我们说正常来讲，按照多空转向，它是不是也有高点的风险？因为防守阴就属于倾盆大雨当中，除非在 SQQ 后3天之内收盘能突破这一根阴线的高点，那就属于防守阴的买点，那么是另外一说。到时候如果出现，我们会在行情视频当中及时的提醒。所以当下的 SQQQ 在动能上，你就看一下周一是收阳还是收阴。如果收阳上涨，则后续看涨；收阴下跌，则后续下跌。虽然不是100%，但是呢，阿哲认为是大概率。在很多操作上，阿哲呢会去参考这个信号，因为阿哲觉得呢，它的概率性真的是蛮大的。而我们看到下方的资金层面，在前期出现了下跌后的反弹时，是不是上穿 K 线是它？上穿 K 线高点被突破，是不是延续上涨？刚开始可能是反弹，但目前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反弹了，很有可能是能够反转趋势的。而这种情况下，资金最近开始有所流出，在流出资金的时候，你要关注一点，就是它会不会出现下穿。上穿呢，有可能是反弹的变盘高点，那下穿就有机会成为回调的变盘低点。MSTR 就是在下穿之后产生了一个低点，而后出现昨天的大涨。所以阿哲呢用这个资金指标简单做个预测，就假如 SQQQ 确实出现了回落，那么纳指确实在下周出现了反弹，但是有一个节点你要小心，就是 SQQQ 开始有那么一根 K 线，有一个资金下穿零轴时，那么只有可能是纳指反弹结束的时候，因为那是 SQQQ 变盘低点的出现。而目前的 SQQQ 它的资金上是流出的，目前没有特别异动的点，它没有转绿，它没有下穿，所以目前的资金没有给到太多有效的信息。我们就关注一下下周一它是收阳还是收阴，收阳则是低点变盘，
收阴则是高点变盘。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最近是不强势的，指数呢强势的反弹，但是 Meta 它出现的是一个晕线。什么叫做晕线？就是股价的 K 线高低点在昨天 K 线的实体之中，这叫做晕线。晕线是一种价格走势没有方向的表现，它也类似于震荡。昨天的股价波动在这里，今天呢更为的缩短了，所以整体的市场是一个收敛的状态。我们知道昨天的市场走势是很强势的，在这种强势的变化当中，它依旧在徘徊，这是不太好的现象。所以 Meta 目前的股价变化虽然是绿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属于偏弱的。但是这一点在动能 K 线上呢是有点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如果股价昨天是一个红灯 K 线，今天是绿灯 K 线，我们说红灯之后立马接绿灯，说明什么？说明昨天是一个砸盘 K 线，所以这一天哪怕是个晕线，它也在动能上可以构成一个买点，只是在晕线的角度，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更加能够作为确定性的买点。而这里因为它的方向还不是很明确的向上，所以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需要小心周一时它的红绿灯会不会立马又转为红灯。那这里阿哲给到一个预测的日内高低点，周一的高点是 615.27， 突破它则是绿灯延续，那么我们的晕线也会被突破，那么则更为看涨 Meta 的短线走势。而低点的一个支撑呢，就是 601.19， 价格走势收盘如果跌破它，将是一个红灯，那么 Meta 将再度的走为弱势。目前的 Meta 多空方向还不是特别明确，在资金上它处于一个反弹的资金目前还在水下，没有去上穿零轴，上穿零轴时才会有变盘点，当前是没有的。但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资金，它这一天可以作为关键的 K 线区间，我们更希望做多的点位能够在这个区间之上产生买点，而不要在这个区间之下去买进去抄底。做空的同学呢，则更加关注它会不会出现一根阴线下跌破掉前面运线的低点和这一根 K 线的低点，那么才是一个更好的做空的继续开始。下面我们看到苹果在昨天也出现了类似晕线的走势，只是不太标准，它没有完全包裹在昨天阴线的实体之内，而在资金上产生了一点点异动。我们说股价下穿和上穿属于资金的异动，在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它也算是一种异动。比如前面这里连续流出而后流进，那么它这一根 K 线，我们更希望股价能够在它之上，那么这样才更能确定是一个低点变盘，或者说更确定这是个回调低点。但它这里没有有效的突破之后，第二天立马跌破，而且是这种大阴线的跌破。好，那么立马空头，那么立马多头或抄底的人就要止损了。那股价后面持续的下跌，那么跌到现在出现了连续流出之后又再次的流进，而后它又是一个晕线，所以当前的苹果很简单，你又看一下股价能不能突破阴线的高点，这是晕线之后最为明确的做多信号。出现晕线时，大阴线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则更加代表能够看涨。如果不能够突破，而是在这里震荡，将又有可能是一种下跌三法的构成。而我们看到动能 K 线，它的底下是一个红灯加绿灯，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现象。在动能 K 线上来看，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比较保守，或者说比较确定性更高的，就是突破晕线的高点。而在动能 K 线上，它不会看太多 K 线的形态，我们就以数值来作为主要的观察。它过了预测高点就是绿灯，它过了预测低点就是红灯。所以在这一天它是红灯，是空方强；在这一天是绿灯，是多方强。所以按照动能 K 线来讲，这一天哪怕是晕线，它也可以作为买点。只是动能 K 线这一个买点会偏激进和左侧一点，我们刚才所说的晕线买点会相对更加的保守和确定性更高一点。那么这里阿哲也给一下一个点位，就是预测的高点在周一时呢是 215.905， 股价收盘过去，则说明它是延续的多头强势，那还是很不错的。它的低点，它的支撑是 211.535， 收盘跌破又是红灯，那么就再次要小心了。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昨天出现了大涨，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是怎么样去看涨 MSTR 的。我们其实有2次看涨了 MSTR，
一次呢是在这个底下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这一个低点的时候。那么是怎么去做到的？其实很简单，我们用的就是红绿灯，用的就是这个 K 线的颜色转换。像这里是不是红灯、绿灯、红灯，而后收了一根阳线，那么方向变盘就是向上的。而这个股价后面下跌暴跌下来，我们是在这里怎么样去看多 MSTR 的？当时阿哲在上期视频讲过的买点就是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这一天是个绿灯，红灯为市场的下跌强势，绿灯为上涨强势。如果连续出现，而且红在前绿在后，这说明昨天的红灯它是一个砸盘，是一个假的现象，是一个骗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所以股价在这一天应该作为买点，小心的是第二天不要转为红灯即可，因为转为红灯可能就是变盘的等待区间了。所以股价后面的上涨它没有红灯也没有绿灯，它是一个惯性上涨。而在昨天的大涨当中又出现了绿灯，所以当前的 MSTR 只要没有红灯，只要没有一些看空的信号产生，我们就依旧还可以去持股。特别是看到底下的资金，是不是资金上出现了一个下跌下穿？这一天下穿，当时我们说过下穿 K 线容易是变盘低点，讲过很多次了，阿哲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关于这一个技巧，阿哲是讲过了很多次，所以下穿 K 线的低点是不是刚好就是这一天 231.51 这一点？好，它的高点是不是有被突破？当然呢是刚刚被突破啊，它低点呢是没有被跌破的，并且股价下穿之后的上穿是这个地方也被突破了，所以这一根阳线直接把前面的变盘低点、变盘高点都给突破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延续保持看涨，直到红灯的产生，或者说衰弱的现象产生，比如说三小顶的出现也可以。那么阿哲给大家一个预测的高低点，预测的高点是 311.135， 这个点位突破则是绿灯的延续，将会比较强势。它的低点 285.055 出现之后就是红灯，股价上涨出现红灯，多头短线就要减仓，就要获利兑现。下面我们再看到 PLTR 当前又出现了变盘的信号，最近呢是连续出现，前面这里提醒过一次，红灯、绿灯、红灯，连续多空转向，容易有变盘高低点出现，是不是这个位置出现之后，下一根 K 线是低开高走的上涨阳线？所以这一天开始，我们说看涨 PLTR， 而当前的价格走势也跟特斯拉有点相似，也是同样处于变盘点，因为底下资金本次的反弹到了一个资金变盘高点的地方，因为它出现了上穿，前期这里呢出现过一次下穿，下穿 K 线守不住低点，那么就还得下跌。那么目前的上穿 K 线它会不会高点产生压力？你就要看能不能突破，不能突破，这将是下跌反弹高点，后面还会下跌，前面就还不是低点。再结合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再结合动能 K 线上的变化，我们就不用管它是绿灯还是红灯了，下一个交易日我们更希望它是一根上涨阳线，那么 PLTR 才能延续上涨。如果是下跌的阴线，就容易在动能上我们认为变盘向下。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动能 K 线的变盘，首先它不是100%的拐头，另外一个就是变盘的力度它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像前面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红灯、绿灯，后面价格第二天是冲高回落，本来变盘应该向下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震荡行情而已，就是徘徊了几天，没有出现大跌，没有出现下跌，所以这是一个力度上不太确定的一点，这是它不能解决的。而后你再看到它是绿灯、红灯、绿灯，是不是收了一根阳线是看涨的，但其实也就涨了3天，而后出现了红灯，见到了高点。所以这个变盘点上呢，有一点是无法解决的，就是它变盘向下和变盘向上之后究竟能够涨几天，以及涨的力度如何，这是无法确认的。所以具体的分析还要到时候根据具体的 K 线行情来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也是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变盘是可以看涨的，因为它和 PLTR 是一样的，一个红灯、绿灯、红灯，连续转灯之后，下一根它不只是绿灯啊，它呢不只是上涨，同样呢还是绿灯，所以这一天开始能够看涨，但是它的上涨力度就很明显是不如 PLTR， 涨是涨了，这一天可以作为买点，但是后面是不是空间上是一般般的呀？而最近的动能 K 线上
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这一天是一个绿灯，这一天是个红灯。从 K 线的动能上来讲，这一天的绿灯它是一个买点，但它是一个十日星，又是一根阴线，所以买点上最好等一根阳线的出现会更好。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资金，在资金上这一天是上穿，所以股价本轮的下跌，前面下穿呢是这一天低点，后面呢是被跌破了，所以不是变盘低点，它是延续下跌的踪迹。而目前上涨它上穿，那么这一天的高点究竟是变盘高点还是上涨的踪迹，你要看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所以当前对于博通来讲，阿哲认为从股价的变化它是不强势的，绿灯但是是根阴线，而后前方又刚好有一个压力在这里，如果你要继续做多，最好是等待一个 K 线的突破再去加仓，而这里一旦再次出现红灯，则要结束你目前的做多的仓位。红灯怎么会产生？红灯的产生会在周一，如果收盘跌破 194.37 之后就是红灯，而假如收盘能够突破 198.67 就是一个绿灯的延续，那么基本上也会达成加仓买进的条件。我们再看到谷歌也是一样出现了红绿灯的转换，所以最近的行情我们说走到红绿灯转换的时候，一般不太建议提前去博弈去买进，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变盘方向究竟是走到哪里。我们看到曾经的谷歌在高位也出现这种变盘的现象，是不是这个地方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在红灯之后立马转绿应该是个买点，但是呢它是一个变盘的走势，变盘你不知道它是往上还是往下，所以一旦出现红绿灯交错运行，它不是简单的两个灯的交错，那这个时候属于变盘，那么就最好等一等，等个方向，是不是下一天是大幅下跌收了红灯，那么谷歌在这里开始变盘就向下。那目前的谷歌走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好，又是一个短线的变盘方向。那这个变盘方向往上往下，我们是不是不要提前去判定，等待一个阳线的出现再看涨这是变盘方向上。而在资金上目前还临近变盘，基本上下一天只要收一根阳线，下一天略微上涨，它这里就会出现上穿。前面下穿的 K 线是它低点目前没有被有效跌破，所以谷歌的变盘低点目前还算是有效。如果价格能够后续突破它的高点，在资金上来讲，这里是一个底部区域。最后我们看到 SMCI 的趋势是不太好的。我们之前说过170天线是压制的，我们把170天线调出来看一下，它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很多标的不一样，像 Meta、像 MSTR、PLTR 以及博通对170天线呢，很多都不是有效的跌破了，但 SMCI 不一样，它已经很早之前就有效跌破了，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前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熊市的行情，跟 AMD 是差不多的一种现象。而我们看到价格的走势，最近呢在突破170无效的情况下，出现了高点回落，而后反弹到了170，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压力？我们说过，在熊市当中，它的一个正常现象就是170呢为压力，在牛市当中170则为支撑，所以当下的指数你要关注170在反弹中会不会有压力。如果确实纳指反弹170有压力，那基本纳指就是步入到了一个熊市的轨迹当中。而目前的 SMCI 它毫无疑问它还在一个熊市的序列，所以170呢就是一个很强的压力，不容易突破，哪怕突破可能2天时间就容易回落。所以当前的 SMCI 去做多，在170的均线之下要小心一点。前面这里是绿灯上涨了一下，遇到170回落了，而后又是红灯又是绿灯。按照短线来讲，我们不看波段，纯看短线的动作，它这一天是红灯，这一天是绿灯，说明昨天为砸盘，那么这一天的绿 K 它又是一个实体阳线，又是绿灯，则可以作为短线买点。你可以博弈一把 SMCI 对170再次的突破，那么突破之后呢，看2天，那么看它是否能够这一次出现比较强劲的突破。动能 K 线上来讲， SMCI 这一天就是一个买点，而底下的资金它目前是没有出现变盘的，因为资金呢离这个零轴还差那么些许，基本下一个交易日就会是一个变盘高点 K 线，所以这里要抉择一下，
最好仓位不要放太多。这一天动能 K 线是买点，但下一天又是资金的变盘点，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先买一点，买小笔仓位去做多，而后在下一根 K 线的位置去设一个高点的买入价，等待有一根 K 线收盘突破下一根 K 线的高点，我们再去买进第二笔多单。那么对 SMCI 来说会更加安全一点，不然的话你可能买进都第二天就是变盘高点了。以上就是3月1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多头强势反攻，本次是否会真正迎来下跌当中强势的反弹行情？英伟达能否升 V 维持反转？特斯拉变盘是否能够真正见到一个底部？在下周会一切见到分享，甚至呢周一就会见到分享。希望美股下周周一延续上涨，继续强势反弹。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多行情解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